真想做了一场梦。我从没想到，红线，你会嫁给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会嫁给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当上太子妃的。太子妃？我不想当太子妃。哦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会让你当上太子妃的。我要的更多，我要当皇后。行啊，日后你就是大唐的皇后啊。我要一座江山。哈哈哈，好，这些我都给你，啊，都是你的。红线。父皇，这事情你可不能不管呐！好了好了，朕心中自有分寸。父皇，世民居然在我的婚礼上把我的新娘给杀了，这可是滔天之罪呀！我听世民说，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这都是老掉牙的借口了。当时红线救了世民的时候，世民为什么不说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？也许那时候世民还不了解红线的底细。可是世民和红线已经烧了粮草，打败了杨文干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说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？世民还说，是红线绑架了若曦。绑架若曦？嘿，若曦好端端的躺在太子府里，何来绑架？这分明是他的妒忌。妒忌？是。他喜欢红线。可是红线选择了我，所以他妒忌我。不，世民一向很尊重你，他什么都让着你。女人，女人，他什么都肯让我，除了女人。当时若曦选择了我，他就心存不满。如今红线也选择了我，他更是不愿。于是他终于下了毒手。建成啊，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非同小可呀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父皇，你可不能包庇他。你说什么？世民，他可是你的弟弟啊！国法如山。我不包庇自己的弟弟，父皇也不能包庇自己的儿子。建成啊，你不要忘记，水淹建成君你大败之后，朕要罢你的太子。世民是怎么样为你求情的？打了败仗，当然该受罚。所以我当时毅然辞去太子之位。可如今世民杀了人，父皇，你说他该当何罪？父皇，红线可是救过你的命的人呐！如果父皇不能为红线做主的话，下愧对冤魂；父皇不能主持公道的话，上愧对国法。那你说该怎么惩罚？刑律俱在。刑律？怎么说？一律当斩。世民，你别再难过了。龙儿，你知道我在难过什么吗？你破坏了太子的婚礼，心里肯定难过。破坏太子婚礼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那你是？我杀了红线。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你现在杀了大唐的仇敌，那可是立了大功啊。他为父报仇，
何等刚烈，何等英雄，而我却亲手杀了他。死者已矣。那一箭，我瞄了很久，我真的很不愿意射出那一箭。我觉得你现在要担心的不是红线，而是太子。大哥，你杀了他的新娘，太子岂能罢休呢？我可是为了救大哥啊！可是太子不会这么想啊。那算了，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也顾不了了。你可以不顾太子怎么想，可是你要想想父皇会怎么想。父皇，我刚从后宫回来，武后告诉我，父皇龙颜大怒。他当然大怒了，他根本不知道红线是什么人。那你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啊。这件事恐怕永远都解释不了了。为什么？红线死了，霍天行死了，谁又能证明她就是窦建德的女儿呢？红线绑架了若曦，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若曦是在太子府被找到的，要是说红线绑的，谁相信啊？魏征，他是太子府的人，他出面作证，皇上会相信的。魏征，我就是上了他的当。他说若曦是被红线毁容的，我才会一时冲动射出那一箭的。魏征的这个布置真是天衣无缝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老魏啊，这个海棠真是个贤内助。你看看，自从他来了这儿，你这都快变成古玩店了啊！多少宝贝啊！哎，你今儿上我这儿来，就是来看我的宝贝的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是为秦王而来。哎，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老魏，你就别装蒜了。秦王闯了大祸。秦王闯祸跟我这个太子洗马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秦王就是为了救你们太子，才中了你的奸计，闯了大祸。他是为了太子妃。不管是为了太子还是太子妃，如今皇上怪罪下来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只能袖手旁观呢。老魏啊，你要看着秦王垮台吗？太子被秦王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现在秦王犯下了大错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怎么可以把他给错过了呢？难怪你一直把红线放在太子府，一声不吭。你现在才明白啊？完喽！老魏，你不仅借着红线的手消灭了刘黑闼，而且你用红线激怒秦王来杀他，你这是用红线一命来换取秦王一命啊！这都是我们师父的真传呢。好你个老魏，你还真够毒啊！我没你毒，你用水焰剑成军教会了我。于是你让小谢送了那张假地图给我。老刘啊，秦王府完蛋了。你说胡话！秦王当众杀死红线，这个大罪呢，虽不致死，但至少他这个王爷是当不了了。小谢一招供，你这水渊剑成军的事儿啊，也是逃不掉的。我跟你说呀，秦王府已经是土崩瓦解4分。哎呀，这怎么断了呀？啊，这怎么断了呢？老魏啊，你要是有把握，你早带着小谢上皇上那儿指证我了。你会有这么好心吗？哼，我这不都是为了我这个师弟吗？那如果你愿意辅佐太子，你以前的账咱们一笔勾销了。水渊剑成军那么多人命，你都能勾销吗？我们做大事就不能算小账，一个刘文静抵得上10万大军呢。我刘文静不是没有骨头的人。那好吧，那你就等着掉脑袋吧。反正我是一定会带着小谢去见皇上的。哼，你笑吧，等你掉脑袋的时候啊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。老魏啊，你可别忘了，
我手里还有一颗棋子呢。不会吧？这魏先生是秦王的老师，他怎么可能不帮秦王啊？胭脂啊，老魏现在是帮太子，不顾秦王啊。这不会吧？胭脂，秦王是杀了人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秦王这颗人头现在就掌握在老魏手上，只要他在皇上那儿说红线是个坏人，秦王就不会死。那魏先生他真的没去啊？啊？你知道他那性子比驴子还要倔，他现在是眼睁睁的看着秦王送死啊！现在只有你能救秦王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救他？魏征只听你一个人的，你要去找他讲理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他都不肯见我，更别提什么讲理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心里才会内疚。只要你去找他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。胭脂，天就快亮了，秦王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脚上了。我的脚上？不错，你要是去见了魏征，那秦王就会没事；你若不去，秦王就完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不会再踏进魏家一步了。是你的誓言重要，还是秦王的性命重要？哎呀，反正我没那个勇气再去见那个女人了。原来胭脂女侠也有害怕的人呢。我才天不怕地不怕呢。可是我只要想到那个女人，我就胭脂，心虚。你上次不是已经打了她一顿吗？那是因为我忍不住才打她的。你不要怕，大不了这回你再打她一顿。你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那个女人，我每次都被吓醒。胭脂，你要眼睁睁的看着秦王去送死吗？我告诉你，秦王要是被斩了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哎呦呦，这不是胭脂姑娘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？我要见魏先生。哈，你找我相公干什么呀？我有事要跟他说。什么事不能让我这个做妻子的知道呢？这个事我只跟魏先生说。好吧，我去禀告一下先生，看他愿不愿意见你。跟我进来吧。不用了，我不进去，请你叫先生出来。哼，算你有骨气，在这等着吧。胭脂，他在哪里？我可是请他进来了，不过人家有骨气，不肯进咱们家的门。老爷，胭脂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啊！我不进去了，你出来。如果你是来跟我谈秦王的事情，我就不能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刘文静叫你来的吧？你又怎么知道？当他说他有最后一枚棋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在利用你。先生，秦王他出事了。胭脂，如果你今天来跟我谈秦王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再交谈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朝廷的大事情，不该你过问的。秦王是我表哥，你说我能不问吗？胭脂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哪有心思跟你聊别的？刘先生说了，只要魏先生能够去见皇上，就能救秦王的。胭脂，这件事情牵扯到太子府和秦王府的冲突，我们不要再谈了，好不好？刘先生还说，你为了太子府的事，不肯救秦王。胭脂，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吗？你干嘛不敢回答我的问题啊？胭脂，秦王是你的学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呢？
这个事情你不懂。你怎么老说我不懂呢？为什么人进了官场就变了？好好一个人进去，怎么变得这么黑心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说点别的好不好？哎，等等！你要是答应救秦王，就踏出这个门槛；要是你不答应，就永远别跨出这个门槛。魏先生，跨出这个门槛对你来说这么困难？这对我是一小步，可是对江山社稷，那可是一大步啊！什么江山社稷我不懂，我只懂得好人要救。秦王是不是好人？秦王是好人，可是我是太子府的人，我不能救他。你不救好人，你偏偏要去救那个坏人。太子不是坏人啊，胭脂。姓魏的，算我胭脂瞎了狗眼，看上你这个讨厌的东西。胭脂，你等一下。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槛一步，我就揍你啊！刑部怎么说？斩。大理寺怎么说？斩。御史台呢？也是斩。哼，他们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许解！阿妹，他们竟敢判秦王死刑！他们都是依法判决呀。什么法？这是大唐的法，是我们李家的法。哼，李家的法判李家的儿子死刑，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大臣们都是秉公执法的。刑部上大夫，什么法也管不了秦王，管不了我们皇家的人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呀。世民他不会乱杀人的。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她是为国除害。可是他没有证据，他也没有人证。文武大臣看到的是太子的新娘被杀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了。这件命案，朕如果不去处理，那么以后太子杀人、齐王杀人，还有人管吗？朝中其他的人杀人，朕还要处理吗？文武大臣杀人，朕还要治他们的罪吗？法是用来治天下的，是来帮我们治天下的。如果我们自己都破坏这个法典，那这江山我们还怎么做嘛？我顾不了什么江山，我只顾自己的儿子。世民也是你的亲骨肉啊。世民是朕的亲骨肉，现在文武百官就要看朕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儿子。如果朕徇私枉法，就会沦为笑柄。笑柄？儿子的命不是笑柄。你这个做爹的保不住儿子的命，我这个做娘的保。你怎么保？我以皇后的名义下旨，设立世民无罪。哎，荒唐荒唐！这后宫不许干政。谁定的规矩啊？历代都这么定的呀。我大唐王朝就要废了这条规矩，皇后照样可以下旨。阿妹啊，这国法如山，不能儿戏的。看起来你跟大臣们站在一起了。这皇上应该有皇上的尺度。你也赞成他们将世民问斩？不，志明为打下大唐江山立了大功，按律可以将功折罪。你要罢黜他？他不能再当秦王了。你要把世民给废了？法外开恩，这已经是最宽大的处理了。我明白了。
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皇上根本不是在秉公执法，你是在帮建成。你说什么？秦王的威望比太子高，所以你就想办法要罢了秦王。哼，什么法不法，根本都是你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这不是借口，这是三司大臣们的一致判决呀。这般三司大臣都是拥护太子的，难怪他们热心，异口同声地喊起手法来了。阿妹呀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实在是人命关天呐。他们呢，是非要把秦王搞垮了才甘心，你呢，你就这么帮他们，你这个做爹的良心何在啊？我要不是世民的爹，我早就判他斩立决了。正是因为亲骨肉，我才网开一面，只罢了他的王爷爵位。你要敢罢了他，我就下旨复了他的位。你，哼！来人！皇上，从此刻起，加派人手看住寝宫。你要干什么？皇后娘娘不许离开寝宫一步。你要软禁我？皇后娘娘要是离开寝宫一步，你的脑袋就搬家。你们不许听皇上的。皇后娘娘要是离开寝宫半步，你们这儿的人都得死。你。来人！来人！守住寝宫！皇后娘娘要是跨出一步，我们大家都要掉脑袋！是，快去呀！李渊，你给我回来！李渊，有种你就给我进来！龙儿姐姐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真没想到，这个魏征竟然见死不救。他说他是太子府的人，明明知道秦王是冤枉的，他还是见死不救。世民，你看到了这太子府的人是怎么对你的？我杀了太子的新娘，太子府的人气愤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也不要怪他们了。哎呀，表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玩球啊？哎，胭脂，我相信一句话：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为了太子杀红线，太子一定能够理解的。我看他呀，永远理解不了。世民，你赶快进宫吧。进宫干嘛？找母后啊。唉，这些朝廷的事，女人管不着的。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，你待在府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哎，我最怕见母后了，我还是玩我的球比较自在吧。表哥，王爷，刘先生，刘先生有什么消息？坏消息，三司会审，判秦王爷死刑。什么？表哥，我们快逃！逃？我不会逃的。刘先生，父皇怎么说？皇上的意思是将功折罪，罢免秦王。罢免？罢免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以后我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了。不会吧？你是老百姓，就不是王爷啦？世民，事到如今，你赶快进宫去见母后吧。见母后？我不去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后娘娘被软禁了。什么？软禁？谁那么大胆敢软禁皇后娘娘？是啊，皇后娘娘一心要救秦王，和皇上吵了起来，皇上一怒之下就把她软禁起来了。这个父皇啊，本来就偏向太子，一直苦无机会，现在总算让他逮到机会，可以打倒秦王了。哥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以往皇后娘娘只要一张口，皇上什么都答应，没想到皇上这次真的硬起来了。太子党在朝中占了上风，失去皇后的支持，秦王的胜算就微乎其微了。龙儿被叫，我要进宫。王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皇上传下口谕，不准你见驾，越做越绝。看来皇上这回是铁了心了。我不是去面圣，我是去见母后。母后她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的。
王爷，世民，王爷，哎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呐！好好一个秦王，怎么会输得这么惨？还不是魏征害的。如果他愿意为秦王作证，秦王就没事了。哼，魏征，他只会为太子府，怎么可能为秦王作证？这种人呢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制住他。什么办法？咱们把那个海棠给绑了。绑海棠？对。到时候叫魏征去找皇上为秦王申冤，咱们再放了他。可是魏征又怎么会这么做？你想一想，魏征为了海棠连你都不要了，可见那个海棠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啊！是啊，他为了海棠可以连我都不要了。这样呢，既为秦王申冤，也为你报仇。刘先生，那你说我要怎么做啊？你真的不怕？怕？哼，我胭脂哪有怕的事情啊？秦王爷，堂堂的皇后娘娘，竟然成了囚徒，皇上于心何忍？裴公公，本王还没有罢官，你一个太监，竟敢阻拦本王，你该当何罪？王爷恕罪，皇上有旨，禁止皇后娘娘出宫。您还是回去吧。你聋了是不是？皇上是禁止皇后娘娘出宫，但他有没有禁止别人去探望皇后娘娘？这好像倒没有。没有你就给我闪到一边去！孩儿不孝，连累母后了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怎么样，秦王爷没有垮下去吧？只要母后不垮下去，世民就不会垮下去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我真想不到，父皇会那么狠心，把母后软禁起来。他是皇上，皇上总有他为难之处。我一点都不怪他，他不这么做，我才会瞧不起他呢。可是娘，你从来就没有受过那么多的委屈。我受委屈，你就不受委屈了？娘，我受点委屈，你父皇他内心啊就会有内疚，对你就会手下留情。娘，你甘心受委屈，完全是为了孩儿。放心吧，你这个亲王啊，娘一定替你保住。娘，孩儿不想再当什么亲王了。傻孩子，别斗气了。那班三司大臣闹个一时半会儿的，皇上啊也是敷衍他们一下，到头来秦王还是你的。孩儿不是斗气，孩儿真的不想当秦王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，而且这太子之位早晚也是你的。世民怕的就是这个，只要我当一天秦王，就有一天有人推我当太子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大哥也是这么认为，所以只要我当一天秦王，大哥一天心里就不会安宁。那是他小心眼儿。可是如此一来，秦王府和太子府就永远斗不完了。这些大臣个个都有私心，都希望自己的主子当太子当皇帝，他们就可以当大官。娘，如果大唐没有秦王呢？没有秦王？没有秦王，大哥就可以安心当太子了。这样他就可以开心了。没有秦王，也就没有秦王府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再跟太子府斗了，这样大唐的江山就可以太平了。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让建成呢？娘，我想学学孔融让梨嘛。世民啊，你让的可不是一颗梨，是一座江山呐。梨多轻，江山多重，我可承担不起。世民啊世民，
你有赵子龙的度量，你更有陶渊明的胸襟。一个皇帝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来当啊！可是大唐立国以来，有那么多的风波，每一件都是由我惹起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倒认为建成也有份。兄弟反目，手足相残，自古以来血迹斑斑。史书写的真是触目惊心。我本来以为李家兄弟不会是这样的，结果我错了。只要有龙椅在，骨肉亲情就完了。是时候了，母后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，罢黜秦王，天下太平。到那个时候，手足之情依然如旧，而大唐江山也依然牢固。你不当秦王，那秦王府上上下下的人，他们肯吗？我会去说服他们，说服他们，以大局为重。好吧，你不当秦王，也就有空闲了，来宫里陪陪娘吧。娘，其实孩儿想当陶渊明。你要走？归去来兮，田园将我胡不归。荣华富贵，你真的割舍得了吗？娘，我当了秦王之后，虽然有很多的荣华富贵，但我没有一天是过得快乐的。住进秦王府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其实我真正想的是可以退隐山林，盖2、3间茅屋，然后再种些菊花。说得好，倒是为娘的俗气了。这么说，娘肯成全孩儿了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你的2、3间茅屋里面，给娘留1间。娘，世民，你怎么能走？我不走，这场风波就没办法平息。你错了，你走了，那这杀红线的罪案就成了铁案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对太子、对大唐付出了多少牺牲。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对秦王府的18学士有关系吧？对那些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更有关系吧？你为了一个大哥，难道就舍得抛下他们吗？他们还是一样，可以为朝廷效劳。他们不愿意为太子效劳，他们心目中就一个主子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他们把一腔热血献给你，可是到头来他们得到了什么？是你的一盆冷水。世民，留下来吧。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为国效忠，为朝廷卖命，而不是为了一个秦王。可是他们越阻拦我，我的心就会越不安。他们都是因为我这个秦王，才会跟太子府对立。如果我不走，就越没办法平息这个对立了。那我跟你一起走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做妻子的应该跟着丈夫走。我不能带你走，我只要一个人归隐山林。你说的潇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走了之后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是要给我一纸休书，让我再出嫁，还是要让我一辈子守寡？或者你带我去找间尼姑庵，让我削发出家？龙儿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的未来，是不是？在你的心目中，我这个妻子就好像是一碗面，无足轻重，随时都可以倒掉。
龙儿，为了大唐江山，我只好对不起你了。你说的轻松，什么江山，什么安定，女人不懂这些，女人只懂丈夫，一丈之内就叫丈夫。可是现在你要离我多远呢？龙儿，你要骂我、怨我、恨我都可以，但我不能不走，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。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若曦，你还会走吗？你还会大言不惭，说什么为了大唐江山安定，抛下他一个人走吗？你不会，你根本不是为了大唐安定，不是为了两府冲突，你根本就是为了逃避我。龙儿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我没有办法，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容纳不下第二个女人。你终于说出实话了，梦也该醒了，我再也不会拦住你了。不过我劝你不要现在走，不要在黑夜里走。堂堂李世民光明磊落，何必偷偷摸摸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怕我走不了，程咬金他们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走也要跟兄弟们道个别，互道珍重。兄弟们，有情有义，有始有终，好聚好散才是好兄弟。去吧，兄弟们也彻夜难眠，你去跟他们喝个痛快吧。先帮了我。你看你都迷迷糊糊了，净说些胡话。秦王杀红线，真的是为了太子。这件命案已经交给父皇去处置了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殿下，秦王妃在宫外要求见太子妃。秦王妃？她怎么来了？快，请她进来。是。等等。告诉秦王妃，就说太子妃昏迷不醒，不便见人。太子，你请秦王妃回去吧，谢谢她的好意。我没事，快请她进来。怎么了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小的不敢。太子，你太过分了。他不仁我不义呀！我告诉你。这叫做公平。王妃娘娘，太子殿下谢过王妃娘娘，改日太子妃病好之后，一定亲自拜访王妃娘娘。回去吧。这。殿下。秦王妃已经回去了。听着，这2天无论任何人来探访太子妃，都婉言谢绝，听到没有？要是皇后来探望呢？皇后娘娘如今被软禁，连寝宫一步都走不出来。要是皇上亲自来探望呢？要是皇上来的话，你就说太子妃昏迷不醒。殿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呢！一定不能让太子妃见到皇上。如果太子妃见到了皇上，他一定会为秦王说情。这皇上心一软，万一赦免了秦王，那就麻烦了，你懂吗？知道了。
给我守好了寝宫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姐姐，龙儿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爬进来的，外面有很多官兵。秦王他怎么样了？秦王他也走了。走？去哪儿啊？浪迹天涯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应该了解他，这种傻事只有他才干得出来。你怎么不去劝劝他呀？我要是劝得了他，我就不用跑到这儿来找你了。姐，现在只有你才救得了他了。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啊，他只听你的。秦王一走，秦王府就垮了。可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出府，你也看到了，太子派了那么多人，把这儿看守得那么紧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你出去，我只知道天一亮，市民就要走了。或许你可以不管我这个秦王妃，可是市民他浪迹江湖，你又于心何忍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曾经爱过他，对于往日情，你怎么忍心看他这样呢？姐，救救他吧！姐，我求求你了，龙儿，你起来，你快起来啊！不，你答应我，我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快起来！谢谢姐姐，快起来。不过你要想办法让秦王再多留一天。一天？我这就进宫面圣，只要父皇下旨留任秦王，他就走不了了。啊，姐，你怎么去见皇上啊？太子守得紧啊！我自有办法。可是你的身体还没好啊。爬我也要爬着去。哎呦呦，这个不是有骨气的胭脂姑娘吗？今儿怎么会来到这儿啊？我们家相公可不在家呢。我知道他不在啊，他要是在我还不来呢。哟，那你的意思是来找我的了？哼！哎，我这几个下人啊，可是有功夫的，你小心一点。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我是来找属于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哪有东西留在这儿？就几件破衣服，早给我扔掉了。一把菜刀。菜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儿的厨师可是从太和楼挖来的，人家来的时候啊，就带了10几把好刀过来，你小心点挑，别把人家的刀挑走了，到时候被人家当小偷可就不好了。这把呀，这把肯定就是你的了，赶紧拿走吧，说不定啊还能卖几个钱呢。这刀都锈了，能卖多少钱啊？锈了你还拿它干什么呀？我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钱我给你啊，我给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你。都退后！哎，都退后！都退后！听到没有？都退后！听到没有？退后！要不然我砍了他！不，胭脂，小心啊！我没有话好说，听到没有？再别过来，听到没有？退后，都退后！别过来了，要不然我杀了他！小心，小心，不准过来啊！这样。你个死女人，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？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快到了，这样。你啊！我给你，哎呦，你去哪儿啊？叫你别吵，怎么话那么多啊？你还不停车？啊！随便你啊，你再吵再闹，没人理你的。这样。哎呦，这样。三春，拿酒来。
来，我们喝酒。怎么了？怎么都不喝？王爷，你不能走啊！王爷不能走啊！王爷不能走！咬金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太子水淹建成军，全军覆没，他都没走，你只杀了一个红线，值得吗？做弟弟的，吃点亏有什么关系呢？秦王爷手足情深，什么都让着大哥。王爷，你有没有想过秦王府的这帮弟兄啊？长孙大人此话差矣，人家是亲兄弟，和我们这帮兄弟非亲非故，哪能相提并论？不，王府这般兄弟才是我的亲兄弟。我与太子是同一个母亲所生，所以我别无选择。但现场的各位兄弟，我们是用性命来交换出的真情，我怎么可能不摆在心上呢？王爷要是把我们当兄弟，就不要抛下我们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大唐要我当秦王，我一定得扛下这个责任。可现在，秦王已经成了大唐的累赘，我不能不走。王爷不能走啊！不能走啊！王爷，请各位成全市民。真是感人呐！刘文静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不冷不热的？既然秦王爷要做大丈夫，那我们大家就成全他的美名。多谢刘先生。大家都起来吧。秦王爷，我们一场兄弟，大家来喝一道吧。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王爷，我说的是喝一道。喝一道，一道伤疤一杯酒。好。叔宝，一道疤，这道疤是打王世充那仗负的伤。王爷，那一仗是一场恶仗，王爷应该喝一杯。壮哉，我敬秦将军。敬德2道伤疤，拜单雄信所赐。好汉，我敬尉迟将军。程咬金，南征北战，身上负的伤数也数不清了。王爷，别喝了吧。王爷，这就算了吧，你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不，一道疤一杯酒，我一定要喝。百杯千杯，我敬各位兄弟。再来3杯。怎么样，胭脂？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一把就抓来了呢。哼，不错，有了海棠，就不怕魏征不听话了。这下秦王有救了。胭脂啊，你真是女中豪杰，把这个狐狸精带出来吧。哦。喂，到了，乖乖下车吧。喂。哎，会不会逃了？逃？我刚刚驾马车啊，一路跟飞一样，他在里面乱叫的，怎么可能逃走？喂，下车啦！哎，你这个人怎么？胭脂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？我没杀他呀，他刚上车的时候，他还活蹦乱跳的。哎，糟糕，出人命了！出人命！哎，刘先生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胭脂，秦王那边已经杀了红线，够麻烦的了。你现在又把海棠给杀了，你……我没有杀他，他就那么死了吗？
可是魏征的家人看到的是你把海棠绑到这儿的。算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自首。哎，自什么首？自首是要杀头的。反正人又不是我杀的，这一命抵一命，我才不怕呢。你要是死了，谁去营救秦王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嘛？这样吧，挖个坑，把尸首给埋了。埋了？那哪行啊？你就说是海棠自己逃了。我这么讲，人家会相信我吗？我可以为你作证啊！我也跟他们讲，我说我看见海棠是自己逃了。刘先生，你人真好。好，不要啰嗦了，你现在赶快挖个坑，我去找张席子。哦。海棠，对不起哦，真的不是我杀你的，本来只是想要吓吓魏征，真不知道你就这样死了。你要是做鬼了，可别来找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待会儿见到皇上，你要据实招供，我保你一条性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小的明白。起来吧，我们走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魏先生，府上来人说夫人被胭脂绑走了。胭脂？先生要不要回去看看？这一定是刘文静搞的鬼。哼，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先生，先生，刘文静来了。刘文静，要不要回绝他？那岂不是被他笑掉大牙？我什么时候怕了他？有请。是。你把他带下去吧。是。老刘啊，你真的是会掐能算呐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来了啊！我要是再不来，你就带着小谢见皇上了，对不对？你个小谢就可以把刘文静给搞垮，你垮了，秦王府也就垮了，我能够不带他去见皇上吗？老魏，恐怕将要让你失望了，尊夫人出事了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不就是海棠被胭脂绑走了吗？这个胭脂可是个刚烈的女子啊！你以为你这么做就可以威胁到我不去面圣吗？我就告诉你，你就算把她给杀了，我也不会心疼的。你说对了，海棠真的被杀了。哈哈哈，那我真的要感谢你了，我终于解脱了。不过不是我杀的，是胭脂杀的。不可能，她不会杀人的。不会杀人，是胭脂亲手把海棠给埋了。卷尸体的席子钱还是我出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跟胭脂说了，这事儿就当海棠是自己逃走了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怎么样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这么做可完全是为了你的胭脂啊！你不是要救胭脂，你是要救你自己。你包庇胭脂，是不是也要我来包庇你，别让小谢去见皇上啊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你帮我，我帮你呀。如果我坚持要小谢去见皇上，抖出你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要抖出胭脂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留我一命，我留他一命，公平。由此可见，海棠之死一定是你干的。老魏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，你府里的下人全都看见是胭脂绑走了海棠。哼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威胁到我吗？刘文静烂命一条，可是胭脂的命比我珍贵多了。不错，胭脂的命当然珍贵，比你这个卑鄙小人的命不知要珍贵多少倍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。我劝你还是赶快把小谢遣送回乡吧。把小谢带进来。是。魏先生，你跟我即刻入宫面圣，把刘文静的罪恶勾当原原本本的告诉皇上。走。
走。何人击鼓？刘文静。哎呀，这死的真惨呀！这是你看看，哎呀，真大人来了，大人。刘大人，这死者您认识？这死者是魏征的夫人，名叫裘海棠。那您知道凶手是谁？凶手就是魏征的相好，名叫胭脂。啊，这主使杀人的主谋就是魏征本人。啊，这真啊！娘娘，王爷怎么醉成这样啊？多亏刘文静想的妙计，把王爷灌醉，要不然呢，王爷早就走了。可是，王爷要是醒来呢？那就要看太子妃怎么向皇上求情了。要是皇上下旨意留住亲王，那亲王就走不掉了。嗯，菩萨保佑，亲王不走。龙儿，龙儿，胭脂姑娘来找你来了。我现在哪有心思见她啊？不行啊，你一定要见。什么事啊？刑部传来消息，说是胭脂把海棠给杀了。胭脂。王妃娘娘，你说这下该怎么办？你叫秦王救救我！你还嫌秦王府的事不够多吗？秦王刚杀一个人，你这边也杀一个人。问题是我没杀人，他人自己死了嘛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别人会以为是秦王府干的。不行，胭脂，你不能够留在秦王府。你要赶我走啊？哎呀，胭脂，不是我狠心啊！现在秦王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为了保住王位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到处求情找门路，我们已经经不起这一点污点了。可是你赶我走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连一个家都没有的。胭脂，我给你点钱，你离开京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娘娘，可是我一个亲人都没有的。胭脂，事到如今，我顾不了你了，我只能够顾秦王。可是以前我还有魏征可以找，现在他一定恨死我了。娘娘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人不能自私啊！你看，你只顾你自己，你有没有替秦王想一想呢？我怎么没替秦王想啊？秦王好歹是个王爷，再怎么说都是皇上的儿子，他就算杀了人，也没有多大的罪啊。而我呢，我算哪根葱哪头蒜呢？就算有10个脑袋也不够杀的。娘娘，现在秦王王位不保，要是再沾上你这件事，他的宝座肯定就没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他王位没了，可是至少他的命是保住了。可是我呢，我这条小命就快保不住了。娘娘，胭脂啊，难道你的命就比王爷的爵位重要吗？对啊，我一个人的命还比不过。王位保住了，秦王还是秦王，将来还是有机会登基当皇上。难道你的命就比皇上的宝座还要紧吗？我胭脂怎么这么傻呢？我这条贱命怎么能跟王爷比呀？胭脂，别怪我，身为皇族人，跟你平民百姓是不一样的。你以为秦王不当王爷他就安全了吗？不，太子还是会对付秦王的。秦王现在还是王爷的话，他有权力可以抵挡太子。万一他被废除的话，他拿什么来保护自己？他就是捏在太子的手上。我懂了，我走。娘娘你放心，胭脂很懂事的，不会连累秦王的。我这就走。胭脂，我给你的钱足够让你安枕无忧的过一辈子了。胭脂不要你的钱。那你要什么？胭脂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养活自己的。那我安排马车送你出城。
不爱走路。太医告诉朕说你还不能下床，怎么跑到宫里来了？我听说父皇要废除秦王，我怎么还躺得下？若曦啊，你关心市民，朕明白，可这是命案呐。父皇，这个红线真的是窦建德的女儿，秦王杀她也是为国除害。证据呢？三司会的大臣都提到这秦王府呢，都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了。我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？远的不说，就说这一次，就是红线给我灌下迷魂药，把我藏入衣柜当中，我就是最好的证人。你父皇，难道您不相信我吗？你抱病入宫，朕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朕是怕三法司的大臣们不会相信你啊。我真的认识红线，窦建德没有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你对市民的感情大家都明白，所以说不管你说什么，大家都会认为你说的是谎言。父皇，他们相不相信我这不要紧，我只在乎父皇您是不是相信。我当然相信你了。不，我说的是您相不相信自己的儿子。你说市民？我说的是大儿子建成。朕当然相信他了，自己的儿子嘛。您真的相信太子他将来可以治理好江山吗？他没问题的，你看他打着刘辉塔多能干呢。父皇，您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可若曦了解自己的丈夫，胜则骄，败则馁，刚愎自用，一点逆耳忠言都听不得。现在有了秦王，太子还能够警惕自立，不敢太过分。如果废除秦王，太子就无人可以再牵制了。太子他就不晓得能够狂到什么程度。若曦啊，你是劝朕留秦王做一面镜子，这样才可以激励太子，让太子成为一个好太子。若是废了这面镜子，太子他将来必定是个废物，江山交给他，那就太危险了。若曦啊，你说的好啊。这几天有很多大臣为秦王说话，他们都是以父子之情，秦王有功来说情的。只有你说出了一番真道理啊。父皇，那秦王他秦王还是秦王，好不好？父皇英明。啊！启禀皇上，魏征求见。魏征，我和太子妃还没谈够呢。父皇，忠臣不能不见。见，朕见忠诚。宣。皇上有旨，宣魏征觐见。魏征参见皇上。小心。魏征，这是何许人也啊？此人是太子府的一个车夫。你给朕带来一个车夫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小谢有一个惊人的大秘密，要禀报皇上。小谢，小谢啊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水淹建成君，水淹建成君，是小人。话都说不清楚。魏征啊，他到底想说什么？皇上，您还记得杨文干造反，皇上被困在庆州一事吗？这件事情，朕会记一辈子。当时秦王单骑救驾，太子领兵却投水淹，全军覆没。这个事情，皇上还记得吗？那件事儿，朕更是刻骨铭心。难道皇上不觉得奇怪吗？太子领兵救驾，兵贵神速。那天霍天行为什么可能预先埋伏在黑龙河上游，决堤水淹建成军呢？难道有人泄密？太子行军路线图正是被小谢所盗。什么？小的罪该万死，小的一时糊涂，
要的受人指使。是谁指使？刘文静。娘娘，王爷都醉了1天1夜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。1道疤痕1杯酒，他喝了有多少？也好，让他睡吧。这酒喝的，下回还去啊？对。走。娘娘，王爷都不吃面条，那你还做来干什么？他不吃，我还是会做，自己吃。自己吃？府里山珍海味，娘娘您吃什么不好？干嘛非要每天都吃面条啊？三春，我告诉你吧，当年我还在隋朝当宫女的时候，有位大国师，他很厉害。他说世民将来可以当皇上，而我会嫁给他当皇后。那和面条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面条代表我对世民的一番心意。自从我嫁给他以后，他就从来不吃我做的面条。娘娘，既然王爷不吃，那您就别做了。反正我已经做习惯了，不做一碗面我会觉得不踏实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世民有一天一定吃一口我煮的面，这就表示他会回心转意。龙儿，哥，出什么事了？龙儿，太子妃来了。太子妃找我？哦，我马上来。龙儿，他不是找你，他是来找秦王的。找秦王？那有什么事啊？太子妃说了，他要见了秦王才肯说。龙儿，你看该怎么办？哥，你说呢？龙儿，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太子妃啊。好，咱们接驾去。秦王大醉未醒，龙儿怕他有失礼数，还是让龙儿陪太子妃一块进去吧。龙儿，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是要和秦王单独谈。哦，太子妃这么说就太见外了，你又不是外人。谢谢你，龙儿。太子妃，请。娘娘，这太子妃也太过分了吧！三春，龙儿，也许太子妃找秦王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你可千万别多想。哥，你也不让我耳根清净一下吗？不说了。还是让你睡吧。要是你知道刘文静干了什么，恐怕你这辈子都睡不着了。等一下，你没醉。刘文静她到底干了什么事？滔天大罪。
人抓到了没有？刑部已经差人去了秦王府，王府的人说，胭脂已经离开了，不知去向。我是说刘文静抓到没有？刘文静就在秦王府内，但王府的人把刑部的人赶走了。什么？你们是怎么办的事情啊？大人，胭脂到了。胭脂，快叫他进来。是。胭脂，我没有地方去，只好回来找你了。我到处在找你啊。我没有杀他，我真的没有杀他。你不相信我？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你我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就知道，这世上只有魏先生最相信我了。胭脂，你饿吗？饿，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。来人呐！在。上酒上菜，要最好的，快！是。来，喝！今天一定给他多喝点啊！对，不醉不归啊！对，来，刘先生，来，好。哎，王爷来了！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喝一杯。给我把酒倒满。好，来，来，刘先生，这杯我敬你。不敢，文静敬王爷。胭脂啊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酒喝够了吗？喝够了。魏将军，在，将胭脂押入刑部大牢。先生，痛快。刘先生，我得送你到一个地方。我知道，是刑部大牢吧？先生，你不是相信我没杀人吗？你怎么还这么对我？我说了不算数，得刑部说了才算数。那也不用送我去蹲大牢啊，你可以跟他们打声招呼的嘛。你绑了海棠，还私埋尸体，无论你杀没杀人，你都是最重要的嫌疑犯，依照律法必须关押审讯。依照律法？这律法是给小老百姓依的吗？谁不知道衙门是最黑的？胭脂，我一定会设法还你个公道的。还我公道？你怎么还我公道啊？现在都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还我公道啊？我让你去坐牢，是为了救你啊！我才不要听你说什么废话呢！这是囚车，不是马车。经过司法审讯，可以查明真相，还你一个清白。还我清白？我才不信什么司法呢！我只是个大笨蛋、大傻瓜，瞎了眼，才会自投罗网回来找你啊！如果现在放你走，你的罪名永远都洗不干净，那才是真正的害了你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要再听你说的话了！我觉得你根本就要牺牲我，你要出卖我，我做鬼都不会饶了你啊！把第二辆囚车推来。先生，您这是抓谁？刘文静？不是他，是我。啊，您这是？刑部说，胭脂是杀海棠的凶手，而我是主谋，所以我也要接受刑部审讯。不，
先生，你不能啊！谁都知道我讨厌海棠，谁都知道我跟胭脂的关系，所以我的嫌疑也不小啊。不，没你的事。胭脂，你说了也不算，也得刑部说了算。不，胭脂，你现在该放心了吧？大牢我陪你坐，公堂我陪你上，魏征我什么时候都不会抛下你胭脂。不，先生，你只要在家里等着，大牢我自己蹲，公堂我自己上，这律法的审判我也自己去。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在家等着。胭脂啊，你看，我们坐这个车，像不像去逛街啊？是我害了你。你瞧这车，多稳当，多舒服啊，比牛车强多了。真是傻瓜！你在外头替我想办法就好了，干嘛进来陪我送死呢？我看你呀，不是什么赛诸葛，赛草包啊你！这个外号多好啊，赛草包。好，上刑部去。文静有专车接送，请王爷留步。王爷，侍郎大人，我亲自送刘文静去天牢。本官奉命逮捕侵犯，不得徇私啊！本王以皇室的名义替刘文静求情，免去囚车之辱。王爷不走了？在这案子审清之前，本王绝不自卫。好，文静坐牢，换取王爷留任，也算值得。请侍郎大人高抬贵手。请王爷恕罪，本官实在为难。太子行文指令，一定要用囚车押送刘文静。回去告诉太子，刘文静由本王亲自押送，如有任何闪失，本王会承担的。王爷，王爷，刘先生，请吧。老魏啊，你我真是有缘呢。拜师学艺的时候住在一间房间，想不到现在坐牢，居然也住在一间牢房。那是我特意安排的。你怕寂寞？谁不怕寂寞呢？来，我们一起下盘棋怎么样？下棋？这连棋盘都没有，怎么下？哎，高手下棋又何须棋盘棋子呢？有道理。啊，你说你想下什么棋？围棋？象棋？我想跟你下生死棋。有这种棋吗？你和胭脂都是我的棋子啊。胭脂是一个死棋，可我这个棋子还有活。哦。霍天行跟红线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说我勾结他们，现在死无对证。可胭脂呢？是啊，我府里的人都看见他把海棠给绑走了，人证还不少呢。是啊，他还私自埋尸，更是罪加一等了。哼，这也是我教他的。你是早有预谋。有你这样的对手，我能不防备点吗？看来明天提堂，胭脂是死定了。只要我上堂作证，胭脂就会平安无事。哦？怎么说？到时候我就说，
马车到的时候，海棠还活着，突然冒出来一个杀手，说是你的仇人，结果就把海棠给杀了。啊，就凭你这几句话，行不相信吗？别人的话不足为凭，我是谁？人人都知道你我是死对头，我凭什么为了你的胭脂脱罪呢？我的话是最有力的证据。你条件是什么？判我无罪。判你无罪？你淹死多少人？判你无罪？哼！老天也不容啊！老魏啊，那你还是去买通胭脂的主审官吧。你知道谁是你这个案子的主审吗？刑部侍郎吧。皇上命令我来主审。你不是在坐牢吗？胭脂一案里面我是嫌犯，你的案子里面我是主审。皇上真是有意思，弄一个囚犯来当主审。哼，因为皇上知道，没有哪一个主审能斗得过你，也只有我最了解你。你也斗不过，有了胭脂，你就斗不过我。李靖，是风，是千万的冤魂在呼号。老魏啊，我们这盘棋还下不下？这盘棋你已经输了。你可是没有棋子走了，你输定了。我还有最大一颗棋子儿。谁呀？秦王。参见王爷。魏先生，你今天不是开审刘文静的案子吗？不错。那你怎么不升堂呢？我已经升堂很久了。那你怎么不提审刘文静呢？我怎么审？红线和霍天行死了，小线和韦霆都是太子府的人，他们出面指证刘文静，又有谁能够服呢？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所以我才请王爷来帮一个忙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刘文静的罪证，只有王爷才能找得到。我不相信刘文静会做这种事。王爷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看见刘文静、红线、霍天行接头，只是因为我是太子洗马，我的证据也缺乏公信，所以必须要找到强有力的证据，而这证据只有在秦王府里面找得到。那你要知道，刘文静可是我的人。我当然知道，正是因为你们太熟悉了，所以我才相信王爷一定能够找到他的罪证。好啊，那就算我能找到罪证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把它交出来呢？因为我相信王爷的正直。太子府和秦王府的冲突满朝皆知，刘文静的案子交给太子府审理，难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。可是如果证据是出自于秦王府之手，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审办不公，大唐的律法也可以维持他的尊严。好，我会去找。我在水中死去的万千冤魂，感谢王爷主持公道。我会对得起死去的弟兄们的。胭脂，铁证如山，你还不低头认罪？我没有杀人呐。胭脂，是你把海棠押上马车的，车上还有别人吗？没有啊。那一路上你停过车吗？没有。那么是谁杀了海棠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你没杀，那么是谁杀了海棠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那你怎么会私买海棠的尸首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大战刁妇。来啊，大刑伺候！慢着，先生。魏先生，侍郎大人，我是来替胭脂说几句公道话。来啊，看座。不必了。刘文静一案，我是主审，在您的案子里面，我还是个嫌犯，我站着就行了。先生，这个狗官要对我动大刑呢。大人，当马车停的时候，海棠还活着。魏大人，你说什么？当时是有一个杀手，他趁机杀了海棠。魏大人，胭脂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啊，胭脂上了公堂，他已经被吓坏了，所以忘了这件事情。魏大人，你不在现场，你记得怎么会比胭脂还清楚？因为有刘文静在场。胭脂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刘先生那时候在林子里等我呢。大人，刘文静目睹了杀海棠的经过，他可以证明胭脂并未杀人，请大人传讯刘文静。刘文静，谁都知道刘文静是秦王府的人，我正在审理刘文静叛国一案，他对我已经是怀恨入骨了，绝对不会编造谎言，所以他的证词才是最可靠的。来啊，传刘文静上堂。刘文静上堂。文静见过大人。刘先生，胭脂的马车到了密林中，当时你在吗？在啊。那当时海棠是生是死？刘先生，请回答。刘先生，你怎么不回答了？啊，大人，你在问我什么？问什么？魏征说，马车到的时候，有一个杀手冲了出来，把海棠给杀了。你看见了吗？刘文静，你哑巴了？大人问你话呢。刘先生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刘文静，刘文静。